这是与神学最为接近的科学观点。这种观点认为，你一生之中所做的任何事情，产生的任何想法，都是命中注定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这就是拉普拉斯的决定论。那决定论有科学依据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拉普拉斯认为，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早已被决定的，就像早就编纂好的剧本。当然，不光是人类，世界万物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早已决定的。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起，宇宙中的任何变化都已经被决定，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很多人会认为整个理论非常荒谬，但在早期科学界，很多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都坚信决定论的正确，尤其是它还有牛顿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做背书，更是让人难以质疑。这也使得决定论影响了数代人。当时的科学家认为，当我们知道一个物体的最初状态以及受力情况，就能计算出它的过去和未来，而世界是由无数的物质所组成。当我们
决定论和宿命论虽然都是命中注定，但其原理却完全不同。神学和科学之间永远存在鸿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宿命论认为，如果你注定死亡，不论你如何逃避，也无法避免；如果你注定不死，不论怎样的危险，你都能化险为夷。而决定论就没有这种神性。决定论中的注定死亡是基于物质的运动规律，当规律计算到你死亡的时间，你就会在这个时间死亡。所以前者是无脑相信结果，后者是由原因得到结果，显然是不同的。虽然决定论和宿命论并不相同，但很多人还是非常担心。毕竟决定论也似乎说明我们失去了自由，我们只是提线木偶。比如我们在吃冰激凌的时候，决定我们吃冰激凌的是周围环境，比如别人也在吃，旁边正好有冰激凌店，又或者是生理因素，比如冰激凌美味对你的刺激，你正好比较口干舌燥。如果人们所有的决定和想法都是早被决定的，我们的一生岂不是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自由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。好在很快量子力学的出现把人们拉出了绝望的深渊。在20世纪初，普朗克通过研究黑体辐射掀起了对量子力学探索的热潮。在量子力学中，人们赫然发现微观世界的物理规律与宏观世界并不相同。哥本哈根的量子力学让拉普拉斯妖受到的致命冲击，观察者的存在竟然可以改变粒子的属性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使得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根本无法同时被准确测量，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100%断定物质最后会怎样变化，只能用概率来表述。这是一个完全混沌的区域，既然无法100%确定，那么也就没有100%的决定。从这一刻起，决定论的基础理论被彻底撼动，人类再次找到存在的意义。1961年，气象学家爱德华·洛伦兹在进行气象模拟时发现，大气变化并非一直按照规律进行，哪怕初始条件只是出现微小的改变，未来也可能会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。通俗来说，这种现象就是蝴蝶效应，而影响最后结果的因素千万，根本不可估量。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命中注定的说法，这种无法控制的系统也被称为混沌系统。放在人类身上也是这样，我们的某种行为说出的某句话都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。比如当我们知道决定论后，我们在选择喝水还是喝咖啡之间做选择，这种选择就是完全随机，因为我们已经不会被环境和身体因素影响。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结果自然也不可能是被决定的。这种随机性让我们重新找回了自由意志。生命并非按部就班的程序，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不受任何规则摆布。人是如此，宇宙也是如此，哪怕一个渺小的蚂蚁也可能改变宇宙的未来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